道道泉傲娇的香菜，下节更精彩。道道泉傲娇的香菜，现在继续。这里是由道道泉冠名播出的傲娇的香菜，油酸高达 75%， 道道泉高油酸菜籽油。感谢龙牌对节目的特别支持。龙牌酱油源自中国酱油之乡。有一类食物既没有那么新鲜，又不至于到腐坏的程度，它们在二者之间的暧昧边界上提供着无法一语道尽的风味。形态万千，品类繁多，你未必喜欢它们，但无法忽视它无处不在的身影。它们是全球食物构成中重要的族群——发酵。湖南湘西充满着文学、神秘、遥远气息的僻远之地，但是对于微生物来说，这里是天堂，正好位于全球公认的北纬30度发酵带。7月，长达3个月的雨季接近尾声。张满玉最期待的日子也即将到来。这个相片是我和女子的长沙玩耍时照的，这个相片是在训练房照的。张满玉的女儿是一名举重运动员，常年离家，相聚不易。这个7月，张满玉有机会去长沙看望，自然少不了一顿张罗。重盐腌好的五花肉，温火烟熏，微生物开始暗中发力，肉中蛋白质被缓慢分解，产生大量脂类物质，形成特殊的辣香。腊肉，湘西美食的金字招牌。每年有数十万吨腊肉从这里走向更远的地方。对于当地人来说，腊肉有一个黄金赏味期，就是将熟未熟的微妙阶段。表皮有烟熏味，内部还保持着鲜肉的软嫩，当地人给它起名为爆烟肉。这是腊肉形成的必经之路，正处于生肉向腊肉转化的发酵期。女儿最喜欢吃这个时期的风味，也是张满玉面对满屋的腊肉不要，专门新做的原因。好的。柴火激活爆烟肉表面油脂，洗净表皮。不用复杂的技法，切厚片，热锅煸炒，青辣椒的加入洗掉多余油脂，去腻增香。女儿1年没见，张满玉把满满的惦念和牵挂融进这份青椒爆烟肉，一起精心打包。你要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了，不准情绪化，不准偷偷想念，不准回头看，去过自己另外的生活。你要听话，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。
这里，妈。家里走。师傅啊，这是么？菜嘛。我们宿舍啊，搞什么葱做？你们几个人拿他了，吐都不行，你一个个。这么多。为什么你这个腊肉比你给我带的香一些？你看鬼！你真耶！OK 了。哟，先7个，再4个了，好吃的。可以了。这是享受。每周7天，训练6天。想要拿到更好的成绩，就需要一次一次突破自己的极限。撑起来！还有半，还有个半，这半加起来是好多？140。280。对，紧着！我来之前感觉到他好像不会练那么重，感觉好轻松。现在加了那么重，有时候没有时间不想来看，看到的好寒心，好累的很。发酵食物外表大多古朴笨拙，如同张满玉太多没有说出的爱。但是凡事皆有例外，小清新的身影并不少见。阆山是丹霞地貌在中国的杰出课代表，与张家界一起构成世界自然遗产在湖南的双子座。我的鱼塘，这是我养的鸭子，又肥又胖的。啊，你看，让我自己也吃的又肥又胖吧，是吧？李淑娇，一个爽朗爱笑的主妇，世界级风景中的这些山泉、竹林、庭院，成为她奢侈的生活主场。廖姨啊，吃饭呢？喝点酒吧。再我们好好的酒来尝点吧，来喝一点点。还不记事的时候就学会喝酒了。首先呢，喝这么一点点，第二餐又多喝一点点。啊，一连喝午餐呢，你就喝1杯了。你要不要学会嘛？来，我教你，叔叔的不收钱的。盛夏，腊寮草在房前屋后疯长。每年这个时候，爱喝酒的李淑娇都会制作甜酒，和家人一起分享。
做甜酒必须要有酒曲，而辣寮草正是一流的酒曲催化剂。大米14味中药冲成粉末，增加清香的同时，抑制杂菌的生长。谷物的发霉发芽，让中国人意外发现酿酒的秘密，制作成了中国特有的糖化发酵剂——酒曲。慢慢长出的白色绒毛，是酒曲成熟的信号。酒曲发酵成功之后，甜酒的制作才有了基础。接下来是主料的处理。糯米浸泡3小时，吸满水分。放入蒸笼，蒸至熟而不散的状态，降温至不烫手。拌入酒曲，压实，挤出米粒之间的氧气，盖上棉被，给酒曲带来最舒适的厌氧发酵环境。接下来，李书娇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：等待。我往往觉得山水间的生活因为需要不变而菜根更香，豆腐更回，因为寂寥而令人更亲。在等待的时间里，酒曲中的酵母菌将糯米中的糖加速转化，分解出葡萄糖带来清甜，乙醇带来酒香，2氧化碳带来独特的口感。1天1夜甜酒制成，它轻柔含蓄，是李书娇家的夏日特饮。你洗的，洗个真累噻。我已经洗了。你洗了吗？洗了。发酵完成的甜酒有很多种吃法，李书娇一家最喜欢的还是甜酒汤圆儿。微量的乙醇，清冽的甘甜，汤圆入锅则是多了一分软糯香滑。这是山间的下午茶，一份全部自制的手工甜酒汤圆儿，不走精美繁复路线，但这份简单朴素之美与他们的生活特别般配，自在快乐，不浓不淡。时间、温度、微生物，无一不是发酵的关键元素。发酵食物占全人类饮食的1/3，在湖南更是遍布主食和小吃，形成一方水土的特殊口味，带来强烈的身份归属。浏阳蒸菜无所不蒸，它在口味丰富的湘菜谱系中地位超然。
但其鲜香浓郁的底味少不了一种发酵食物的加入。豆豉表面皱缩，像历经风霜的老人。事实上，它也是最古老的食物之一。第一次确切记载豆豉是《史记》，而更多人考证，2000多年前的屈原就在《楚辞》中描述过豆豉的风味。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豆豉带给中国人的味觉记忆从未远去。关于豆豉的故事，历久弥新。竹屉上毛茸茸的东西是李建平守护半生的宝贝，从家庭作坊到小型工厂，几十年来不曾松懈。现在他也要慢慢将它们传给下一代。每年7月是豆豉厂忙碌的最后一个季节，李建平也抓紧教侄子豆豉制作的细节。叶子培呢，它熟开的呢？是，一直叉叉尾尾都来起的，还要叉叉尾尾都来得起。就是熟个了。点上毛鸡。啊，点上毛鸡，对。啊。蒸煮、摊晾、上架，一气呵成。等待时间和温度给小黑豆换上一身新装。安静，时间仿佛停止，变化却在悄然间发生。米曲梅在小黑豆形成的温床上缓慢生长，丝丝缕缕。多种酶类将豆中的碳水化合物、脂肪以及蛋白质分解成氨基酸。这是豆豉独特风味形成的基础。几日后，小黑豆酶化完成。加盐，控制发酵速度，同时锁住前期发酵转化出的鲜味。豆豉的酱香随着时间的磨练愈加浓郁。梅雨季节的尾声，毒辣的太阳把大地晒得发烫，正是晒豆豉的好时候。在阳光的作用下，多余的水分蒸发，既避免滋生霉菌和微生物，更是利于保存，锁住风味。湿感是流腾的液体，因筛子、因浓都大脑不齐。湿感是不可能变成固体，要成了化沙就好了。几十几万年要能在矮层里造进。湿感也像是气体，像几十的列车条送冒出的烟。这是侄子参与制作的第一批豆豉，李建平要用它做上一道拿手好菜。
豆豉加入，咸鲜驱赶肥腻，在焖制过程中，猪蹄中的胶原蛋白分解，软糯滑嫩，豉香浓郁。来，给干净啊！行过啊！走。传承的东西就是什么呢？一直控制，一直告知，只能做到一直控制，一直告知这种。我是第6代传人，我是第7代传人。读小学的时候，我是觉得很不好意思说出去的，大家觉得都是又臭又有味道，就没有人喜欢的。我们家毕竟传了7代了，就不想把这个牌子就拱手让出去，在我这里断掉了。所以说我是我们家的，不能说希望，就是说我们家把很多希望放在我身上了。我认为这个表达会要确切一点。至于说我能不能承担得了这份他们对我的期望，这就是可能是另当别论的事情了。我的吃障碍8年了，9岁心态好了。你那个你怕是什么东西？那个东西我没当一回事。还弄3年，弄3年就不再搞了。时间对于一粒小小的黑豆来说，是腐败与重生；对于李建平，是需要紧握在手心的记忆。发酵通过一次次的重生，让人类也和自身最大的恐惧——时间得以和解。通过另一种方式，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印记，手手相传。有一种风味打破了地域的限制，不再是某个地区人的口味习惯，风靡于整个湖南。或是起香，或是增色，或是调味，从高端14到寻常巷陌，它充满活力又带着厚重的历史，构成湘菜中一抹浓郁的底色。酱油，我们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在这一口口大缸中酝酿。王培奇是厂里的老师傅，做酱油超过半个世纪。在他看来，一罐鲜美的酱油，既要有看天吃饭的好运气，也少不了日夜的悉心照料。老师傅多年经验的感性判断，对酱油风味的酿造至关重要。但一滴酱油对邹某勇来说是理性的数据，是咸、鲜、甜、酸、苦5味的平衡，以及约300种芳香物质的集合。每轮加工12吨黄豆，高温蒸煮、裹曲、下缸，等待进一步的变身。8000多口酱缸，共2000吨酱油。米曲酶促进黄豆中蛋白质的转化，是超高生产量的基础，也是邹某勇研究的主要课题。酱油的晒制是促进风味最终熟成的关键因素。晒制过程中，水分不断蒸发，表层豆酱的温度近50度。
高盐高温对米曲霉来说，则是致命的环境。邹某勇要诱变出能在绝境中继续完成发酵使命的米曲霉。菌种的生长速度对于我们整个生产效率是有影响的。长得越快的话，我们酶代谢能力越强的话，那就越有益于在生产中间进行使用。这孢子长的量少一点。肯定是有难度的，而且具有不确定性。因为你做很久的研究，可能不一定有一个正向的结果。面对负的结果或者没有结果的结果，那你不得想办法让下一次有结果吗？这就是科研的基本精神。好的，你就一笑了之；不好的，你就坦然接受，接下来把它变好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个真的是漂亮。哇，好漂亮啊！简直就是超级漂亮的上来。新一批酱油出缸，邹某勇也一起观察这次酱油的质量。色泽红润，清澈透亮，这少不了新一批米曲霉的功劳。邹某勇多次的实验，也终于取得阶段性的胜利。哇哦，好，完工大吉，结束了。挑战自己，赢得荣誉，是永不停歇的梦想。下次就是红色的小片了。像，还是像那小片也放在上面去。新孵的小鸡也能带来简单快乐。老夫聊发少年狂，收豆豉的花活都被年轻人看在眼里。美味既可以来自经验，也可以来自科学。它们如此不同，又都围绕在发酵食物周围，与时间做朋友，与生活握手。油酸高达75%，道道全高油酸菜籽油。道道全提醒您下期看点。颜色、形状、器具都成为主厨们创作求新的征途。